Hello， 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黄金周的旅行，我们来到了荷兰，是疫情过后我们第一次到欧洲来。除了荷兰以外呢，我们这次还会一起去比利时。整趟旅程呢，一共是玩11天左右。这个季节来到荷兰，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来看全球最大规模的郁金香花园。班机稍微有延误一点点，但其实还蛮 OK 的。因为我们这次要去的库肯霍夫郁金香花园，它其实就距离机场大概只要30分钟的车程。从机场到郁金香公园的话，有直达公车是858号公车。这次我们机票买多少钱12万5。12万5，现在台币大概多少？2万6。哇，收吧吗？偏贵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日本廉价2万6还可以啊，还蛮划算。记得那天我们抵达的时候，天气还有一点点多云，但蛮顺利的是，我们上了公车之后，就慢慢开始放晴。非常建议事先就先在官网上买票，票好像是直接是电子的，就是扫 QR code 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是从机场直接过来的，所以我们也带着大型行李箱，它那边也都有行李寄放服务，还不错。一开始有点担心花况到底好不好，但实际到了库肯霍夫公园之后，其实有部分的郁金香已经被剪掉了，不过还有晚开的郁金香还盛开着，所以其实整体来讲花况还不错，还可以接受。公园本身非常大，不过它的郁金香就是散布在整个公园里面，比较不是一片很大的花海，而是一区一区的种植着不一样的品种、不一样的颜色。非常适合拍照的一个公园。对比的，这就是每个头都被切掉。有些就是没那个。有一排已经变成葱。那天看到很多根本没有看过的郁金香品种。听说公园里面好像有超过800种的郁金香品种。除了室外以外，还有室内的园区。中途突然下一场大雨，然后所有游客都躲到室内的温室。就不晓得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决定先离开库肯沃夫郁金香公园，直接去阿姆斯特丹市区。好吧，因为天气越来越糟糕了，所以我们决定先撤退。这边人这么多，想必是入口吧？我们回来机场之后，会发现要搭这个858去。看郁金香公园，看它朝我们，远远看不到尽头，然后这边都没有人。这光是光等公车，可能就要等20几分钟到30分钟。阿姆斯特丹机场算是离市区非常近，搭车大概15分钟左右可以到市区。抵达市区后呢，我们先到了这次的饭店寄放行李跟 check in。这次住的饭店是希尔顿的 Double Tree， 那它的位置就在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旁边。我觉得房间景色很不错啊。
今天就是这样子的感觉，说不上大，但就是基本。这水包是要紧，不用。哎，好呢，敢呢。我们抵达的时候，应该刚好是他们新绿的季节。其实整个街景真的都非常非常漂亮，绿意盎然。我们饭店徒步就可以走到市区比较热闹的景点，旧教堂、阿姆斯特丹皇宫、水坝广场、国家纪念碑、Magna Plaza。阿姆斯特丹感觉有非常多不同的样貌，很像油画一般那样子美丽的风景，但也有比较大人的一面。这边好像红灯区哦。我们现在没有去红灯区，他们还没上来。还是 cheese？ 这是坐垫吧 No, it's cheese， 都是起司哦。フライパンじゃないよ、全部チーズです。好妙！哦，不高吗？那很高哎。いけそう。这天我们也在阿姆斯特丹品尝了很多他们的美食。中午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了一家海鲜餐厅。餐厅本身装潢还蛮欧夏类，蛮适合跟情侣或者是家人一起来吃饭。那个虾好吃，炸鱼块也不错。然后小吃类的话，我们有品尝到他们的薯条。我们分别去了2间薯条，一家是尿尿小黄薯条，然后另外一家是另外一个被人家号称是第一名的薯条。结论就是呢，那尿尿小童薯条虽然名气很大，也非常多人在排队，但我们喜好上，我们比较喜欢另外一家。然后我们还有去吃荷兰非常有名的猪肋排料理，那5种酱，然后我们是选的是蜂蜜酱跟烟熏。它的猪肋排真的是骨肉分离，那个叉子一插下去直接分开了，超软超好吃。今天是第2天，我们睡得非常饱，非常饱。虽然说 Double Tree 的行政酒廊乏善可陈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它的早餐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，完全打破我对欧美国家的早餐既定印象。它有一个面包专门区，超多种面包。那除了面包以外，它有很多的起司、沙拉，还有各种热食。虽然说它的热食还是以就是炒蛋啊、香肠、培根等等为主，不过它有一些像是炸鳕鱼块或者是薯饼、muffin、松饼等等。很棒的事情是我们住2万，他会稍微帮你换一下。那除了现场自助区以外，还可以 order 一部分的料理，加上水果、饮料、果汁等等，整体下来真的是非常丰富。除了市区景点之外呢，我们也到了阿姆斯特丹郊区的景点走走。
前往郊区的交通方式也包含在我们买的2日券车票之内。那我们这次去的郊区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北边，分别去了4个地方：马肯小渔村、沃伦丹小渔村、桑斯安斯风车村和藏丹。赞丹。这些地方你最喜欢哪一个？马肯。我们抵达的当下，刚好遇到他们在庆祝国王日，有游行队伍。马肯真的是一个小渔村，在这里走一圈大概只需要20分钟左右。或许是因为时间太早，走在马肯的路上，我们并没有遇到其他的观光客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非常安静且惬意的早晨。而且它其实是用，它没有第3只脚，它其实是用跨家啦，跨家。安静的马肯小渔村相比的话，沃伦丹就是一个非常热闹且商业化的小渔村。那抵达沃伦丹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他们的跳蚤市场。那后来查来发现，国王日这天好像很多地方都会办跳蚤市场。不过沃伦丹真的是像你说的，跟马肯比起来，它非常的比较商业化的感觉。它餐厅也很多，纪念品店也很多。虽然商业化是商业化，但是城市风景其实还蛮漂亮的，到处走走看看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哦，好软哎。桑斯安斯风车村是阿姆斯特丹郊区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景点。它跟荷兰南方的小孩提防风车村是并列为荷兰2大风车村之一。那在桑斯安斯风车村里面，总共有8座风车。村子本身是不需要门票，但如果要参观风车里面的话，就要额外加钱。这边也是我们郊区的最多观光客的地方。那除了可以看到风车的景色之外，它也有很多商店可以逛。但是天气有点扫兴，就是天气有点阴阴的，加上风比较大，没有办法看到很美丽的倒影，算是有点小小可惜。他在这。在回到市区前，我们还去了赞丹。赞丹，那它有名的就是比较特别的建筑外观。迪士尼系的那个蛮像的啊，那个会掉下来的电梯。哦，幽默哦。你在哪里？不过因为我们是通票啦，所以多去一个景点也没差。但如果不是通票的话，我觉得我可能会抓不掉。因为我们来到阿姆斯特丹的时候，刚好是遇到他们的国王日庆典，基本上应该是全荷兰人都在庆祝。那他们庆祝的方式非常有趣，狂喝啤酒，狂开派对，整个城非常的热闹。而且整个阿姆斯特丹会变成步行者天国。他们开派对的地方，除了在陆地上以外，充分利用了运河这个条件，然后就在河上开趴。走在他们的巷弄间呢，真的是水泄不通。然后大家突然就唱起歌来，一起喝着啤酒，非常的热闹的一天。在阿姆斯特丹，我们待了2晚的时间。
整个行程上其实我们没有排得非常紧。那这次旅程当然还没有结束，我们接下来还会去羊角村还有鹿特丹，那就下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喽，拜拜。啤酒。